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趕快先歡迎我們的來賓到場，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大使。思密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密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提醒大家，先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呢，在留言區這邊特別按下熱推2個字。如果沒有看到熱推，記得在上面留言熱推2個字，也可以呢在留言板上面，如果想要跟我們互動的話，寫下思敏我人在哪一個城市，那我會特別針對觀眾朋友的留言來一一做回復。歡迎大家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今天節目一開始，趕快來關心到的是伊朗這一次出手再扣了2艘的商船之外，並且秀出了他的這個底牌要來反擊川普，有哪一些細節底牌？等一下一起會來看。另外呢，包括了一共是有9000家的軍工是全面的加入在伊朗的軍工產業當中。再來看到是在不管是其他的國家，美國原本的好朋友，不管是阿曼、德国，在這個時候反水了，也就是造反了，美軍基地還釀下了大火。C-30被砍等等的議題，等一下就這些話題，我們會一起來做一次比較深入的解析。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等一下同時請來賓來幫我們特別做解答。首先呢，我們等一下會來一一的盤點一下伊朗國防部秀出的最新的他們的軍事底氣，公開說已經建立了超過1000種的武器哦，這當中包含了有飛彈、無人機跟防空體系，並且說一共是有9000家的軍工企業一起來做支持，這樣子的一個戰時軍工體系是否代表伊朗可以打一個非常長期的消耗戰呢？真的有這樣的實力嗎？第二件事情，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伊朗在4天之內2度的扣押了2艘的商船，直接鎖住荷姆茲海峽，這個是封鎖型戰爭試探階段嗎？第三件事情，我們現在看到了，包括俄羅斯已經包括普丁在內都力挺伊朗到底。那麼歐洲針對於美國的態度，則是開始出現鬆動，尤其是現在反戰示威跟他們自己的基地都遭到襲擊哦，讓歐洲國家反戰的一個勢力現在不斷的上升。會不會影響到美國在世界的全球影響力？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先來關心到是在伊朗革命衛隊4天之內第2度了，在荷姆茲海峽又正式的出了重手。這一次呢，他做的事情就是強登2艘的地中海航運大型貨輪，其中1艘我們可以看到駕駛艙被攻擊中，而且是受損的。伊朗在時候又再次的喊話，重申對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警告美國說不要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不然會面臨來自於伊朗的強烈報復。伊朗真的有這樣子的底氣嗎？我們看到呢，這個伊朗他直接公開喊話了，是伊朗的議長，他說：“我們的手上有非常多的牌可以打。”那這些牌呢，是會影響到供需、全球市場的供需的重要底牌，所以這些底氣，我們也帶觀眾朋友一一來檢視，是不是都是存在在伊朗的手中的。好，現在來看到已經部分發牌的，當然就是荷姆茲海峽已經進行了嚴格的管制，而曼德海峽是未來在這個伊朗手中的另外一張王牌，跟石油也是他還沒有發出的王牌哦。那麼包括了現在已經有在庫存的部分是已經祭出的招數，需求也遭到了破壞，包括了許多的基礎設施也遭到破壞。伊朗國防部更是說呢，已經生產了超過1000種的武器了，包含飛彈、無人機、防空體系，而且這些供應鏈是由扎扎實實的企業來做支撐的，一共達到了9000家的企業。反觀美軍，我們這幾天聊了非常多，彈庫見底之外，補給線拉長，還有全球對於美國的態度開始出現了鬆動等等，都讓戰線拉長，也恐怕影響到在川普國內自己的一個士氣哦，會全面的做反撲。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來請教幹哥怎麼看伊朗秀出的他剛剛說的這個戰略底牌到底有多強，足夠跟美國打一場長期的消耗戰嗎？那美國打得起嗎？幹哥怎麼看？事實上，伊朗它本身還有70%的庫存還留着，也就是說，不管它的就是有生力量，包括導彈、無人機以及各式各樣的彈藥，老實講，它還存留着70%的有生實力。那所以說，他說這個現在國防部他說出了他們的底氣，說我們公開
建立超過1000種武器。我說句實在話，這1000種我們用指頭算是算不完的哈。手槍、步槍、機關槍，然後這個炸彈、飛彈、手榴彈，這樣子算下去的話，不知道有多少種。但是我可以坦白說，因為其實伊朗的國防工業跟其他阿拉伯國家不太一樣，他們本來就有自己的體系，然後他的實力會比沙烏地阿拉伯更要堅強。為什麼？因為沙烏地阿拉伯他們是沒有人來做這些，就是說在軍工廠裡面，這個一樣要推溯到他們的民族性啊，因為沙烏地阿拉伯身為穆斯林世界的最大國家，但是他們的这个就是說國民是不做工的，他們都請外勞來做，所以說他們的軍工業是不發達的。但伊朗不一樣，伊朗本身它就是在巴勒維國王時代，他就非常重視這一塊，所以伊朗國防部他們講這句話的時候是可信的。我們有9000家跟軍工有關的關係企業，長期在支持着軍方，也就是革命衛隊，在支援着前線的補給。所以說這些大到什麼？大到飛彈的軸承，小到士兵要用的這個止血包、補給包，像這些，老實講一句，伊朗的國防體系工業它是一體成型，而且很久了，超過25年之久。在這個國王巴勒維被推翻之後，跟美國的關係一夜消亡之後，伊朗就建立自主了。不過，伊朗比較有一個大的罩門，就是說它的空軍跟海軍都一直沒有更新。的原因是因為這個當初都跟美國購買武器，但是它的空軍已經20年沒有更新武器了，所以我現在手上特別拿了一架 F5，就是最近在科威特建奇功的 F5戰鬥機。這架飛機剛剛從中華民國空軍退役啊。那所以大家看到這架飛機可能有一點眼熟啊，對，這是伊朗，這一架飛機就是伊朗的塗裝，我特別帶了伊朗的塗裝來。這架飛機竟然跑了至少500公里，到科威特去攻擊了美軍在當地的光纖以及指揮中心管制設施。那你說這個飛機，坦白講一句，它已經50歲的這個年齡了，它還能夠跑那麼遠，而且完成任務，低空轟炸。美國超強的防空體系薩德飛彈系統、愛國者飛彈系統找不到它，為什麼？因為它又小，飛得又低。所以說，像這樣的武器是在前國王巴勒維時代還留存下來，它還能夠用。它為什麼能夠用？就是因為伊朗有強大的體系去支撐它，讓它雖然已經沒有零件供應了，但它還能夠起飛，當成是一種有效的作戰裝備。所以大家就曉得說，這不是空口說白話。那我們看到這邊的話，我們就要曉得說，那伊朗最近這2天又扣押了2艘商船。這2艘商船，其實我說一句實在話，最跳腳的是誰？是希臘的船東。為什麼？因為他們這2艘貨櫃輪都屬於全世界最大的海運集團，也就是地中海航運公司。這個公司坦白講一句，你只要在航運界一問，就是陽明海運嗎？還是我們的長榮海運？不是，是就是地中海航運公司。在希臘，它是非常有名，因為這個公司它的這個歷史已經超過100年了，所以他們的這個旗下的貨輪跟貨櫃輪都是世界知名的。這一次被伊朗的革命衛隊用快艇快速扣押。我講一句實在話，如果再被扣押2艘的話，就會造成國際事件以及經濟打擊，對世界的這個供應鏈的打擊非常嚴重。因為每一艘船都超過12萬噸，不是那種普通的貨輪，不是普通的商船，他們旗下的貨船跟貨櫃輪，甚至油輪以巨大而著稱。那伊朗革命衛隊也不管國際時間就上了。而且他用的是最低成本的，只要連魚雷艇都算不上，就是快艇。革命衛隊的特種部隊就上去一扣，就當場在海峽外面把它扣住了，只容其他船可以過的很小的範圍。像這樣子的行為，如果再被扣2艘的話，那美軍你怎麼辦？美軍你在世界上的龍頭地位就不保了，因為伊朗這麼容易就可以把這種最大的航運公司的船給扣下，那將來美軍的
威信要放在什麼地方。所以我覺得這個談判應該要加速進行，否則的話，伊朗用這麼低的成本就可以達到他的政治目的，這真的是太划算了。好，在正式的展開所謂的第3輪的談判之前，我們看到伊朗的攻勢非常的多，除了剛剛特別提到的在經濟上面、商船上面的封鎖之外，還有秀出的各種的軍事實力跟他的軍事底氣。他說1000種的武器都還沒有寄出來。那我們也持續在看他的另外一個招數，還有就是在外交上面的这個穿梭。現在呢，最新表態就是俄羅斯了，普丁已經出來說他絕對會力挺伊朗到底。那除了普丁之外，包括了阿曼，他也說了，他表態要出來調停，維持穩定。再來就是德國了，德國這一次呢，話說得非常重，這位是總理梅爾茨，直接對美國開炮。說得非常難聽，他說美國沒有任何的退場策略，被伊朗羞辱到現在還不自知哦，這是來自於梅爾茨的最新說法。我們看到歐洲國家，包括了英國內部也開始出現了非常多的反戰的聲浪。英國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美軍基地爆發了這一場火災哦，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體的反戰示威升級，甚至有反戰人士拿着斧頭去砍美軍 C-130運輸機，包括除了在英國之外，中東許多地區也出現了反美的各種聲浪。一邊我們看到伊朗的手段扣船，另外一邊在外交上面分化西方的勢力，這一招操作大師怎麼看？其實這一次你要看這個伊朗這個國家在這面臨這個美國跟以色列聯手攻擊的時候，你發覺不但它在軍事上，它在外交上尤其在外交上凸顯出它的高度專業性。跟他的這種外交的能力，現在歸納來看，他的外交這場戰爭以後發生以後很清楚了。第一個爭取俄國跟中國大陸的支持，那你可以在這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基本上都不贊成這場戰爭，雖然他們不會加入，那麼在聯合國的各種表決的時候中俄基本上都是支持這個都是站在這個伊朗這一邊的那中國大陸更是怎麼派出這個中東特使那麼到處穿梭，穿針引線，當然很多事情外交不浮上台面的，所以你看他很成功的爭取到中俄2個大國對這場伊朗的支持。那第二個就變成他試圖去中立了2個也非常重要的力量。第一個，他中立了海灣，他把海灣國家把它中立化，讓海灣國家很清楚來講，其實海灣國家跟伊朗是沒有必要陷入戰爭的。那以色列的計謀就是要把海灣國家也要拖入到這場戰爭裡面。可是呢，我想伊朗在所謂的打擊上用所謂的對等反擊，而不是主動攻擊。那麼攻擊的這些海灣國家的目標呢，都是美軍基地為主，或者美國相關的產業為主這一點他就向海灣國家表明了，不是與海灣國家為敵，希望他們保持中立。那這個目的也達成了。另外一個，他們也爭取歐洲的中立，所以歐洲跟這個海灣國家的中立也是他外交上一個重點。第三個就是他也用這種封鎖荷姆斯海峽控制油源的方式他也很成功的警告了印度、東協跟日本、韓國這一些過去很多都是跟着美國的這個政策走的這些國家，所以他整個做下來，讓美國感覺到外交上相對的就非常的孤立。那而且越進入到後期他的這些外交的作為那手段更為靈活。那這是大的戰略。另外，你可以看在這個整個的談判桌上，伊朗的談判人員表現出高度的專業性，那麼提出的各种解決問題的方案那都很專業。比如說，他們相对提出來要美國做的這些讓步，比如說第一個賠款，第二個要怎麼在中東地區要撤出美軍，對，第三個保證以後不會再繼續攻擊伊朗，然後呢都很具體，因為他要提出具體的要求，才跟美國提出的具體要求才能夠怎麼樣來互相的怎麼樣消除嘛。你提5項，人家提5項，最後一定是你消1項，我也消1項，你消1項，我消。最後現在集中在什麼呢？現在集中在就變成就是說核子武器啦，核子武器怎麼做其他還有沒有在提呢？還有荷姆斯海峽要不要開放的問題，現在最後只有2個了。
你如果你自己不提出你的主动的要求的話，你就没有办法跟对方做消除法。談判就是在消除法。那現在說實話，荷爾姆茲海峽，那伊朗的最高領導人出來說，荷爾姆茲海峽的目前的這個現況不容改變。那再跟美國逼什麼？因為美國說你一定要把你的核武把它消除，那人家不會只跟你談核武啊，人家就說荷爾姆茲海峽我就是不改變現狀。那你要我改變現狀呢？可以啊，那你核武就要讓步。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來他们的談判非常的专業。那所以这個整個看起來這場戰爭，你可以看出來，這個伊朗這個國家啊，不愧是有5000年歷史文化。然後呢，這場戰爭可以說把美國啊已經逼到最後的地步了。為什麼到現在伊朗越打越猛？原因我認為就是因為5月1號快到，5月1號是川普得到授權去打這場戰爭的最後一天。之後，如果美國國會把它否決的話，這個談判就不必談了，戰爭也就自然結束。那伊朗為什麼要現在跟美國妥協呢？所以伊朗現在越來越硬是有原因的。好，一方面伊朗已經看準5月1號的期限已經快要到了。那第二件事情，透過這個外交的斡旋，我們看到俄羅斯表達更力挺伊朗之外，包括了在歐洲國家跟這些海灣國家現在也持比較中立的態度。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外交上面的表現會不會影響在軍事上面的態度呢？也就是說，美國在全球的軍事體系會不會受到影響？那在包括了全球的軍事布局會不會也受到衝擊？尚志哥怎麼看？我們現在在這次波灣戰爭哈，就我們感受到的部分是，包括美國基地輕易的就被伊朗炸得死去活來，所以大家在認知上總感覺美國現在的軍事力量好像不怎麼樣嘛啊，然後甚至很多看衰說它反噬，我都認為這些都是太外行了，太天真。軍事這樣，軍事是一個國家國力最扎實、最實質的東西，而且它是持續的累積不斷的，總統或領導人會改來改去。那麼，但是呢，這裡頭政治人物這些政客會改來改去，可是軍事這邊都是持續累積、日以繼的累積的。所以，對於現在，我認為美國的這個軍事力量，我們在這方看到，之所以亂在哪裡？亂在政治跟外交的指揮系統啊，亂在川普跟赫格塞斯裡頭，他們就開除的一大堆厲害的這些軍事將領。然後你可以看到，在波灣戰爭，我們現在聽到的所有的信息。原始的部分，在美國軍方基本上是反對的。美國軍方在評估這場仗當中是不能做的，乃至到現在，你可以感受到，包括雖然現在就是川普一直在放話，你可以感受到，其實是因為原因之一是美國軍方沒有100%都聽他的，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在於說，美國軍方的這個專業跟實質的這些積累。他們並不是這一些政治人物、政客都可以動用的，所以你怎麼可以輕易的認為美國軍事的全世界的體系就會崩潰了呢？我覺得會這樣的都是不懂的啦。而且不要忘了，現在全世界美國的軍事概念是什麼？全世界在80多個國家有將近800個軍事基地，全世界所有的中國、俄羅斯全部加進去。在海外的軍事基地當中，美國在全世界只有南極洲沒有軍事基地，其他地方是佔了全世界各國的85%的軍事基地都是美國的。我們來看2026年，我覺得最實質看錢啦。2026年，在美國的波已經編了這個波的國防預算高達1.01兆美元，相較於去年它又多了1000多億美元。1兆美元哦，這是什麼概念？也就是說，美國到現在為止，他們就是每年4%的 GDP。美國是全世界現在 GDP 最強的，比中國強，俄羅斯更不要講。他拿4%來作為軍費，而且國會都通過，國會是覺得應該的。那這是美以這個部分是這場戰爭會多加錢，他可能不給你。可是2026年的軍事預算就這麼多啊。那你看中國，我們看中國現在產生那麼多的軍事，中國2026年預算是多少錢？是2500億美元，是美國的1/4。而且中國都覺得，他們這些做的造艦呢，當然他們很會造艦，很便宜來造。可是中國 GDP 是多少？只有1.3%拿出來作為國防預算。美國這麼有錢，這麼壯大，拿4%，中國都已經很厲害，拿1.3%。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你看，比如說美國在今年2027年，在前幾年發現中國大陸軍事越來越強，它今年是17%的增長，在國防預算增加，而中國只有7%而已。所以我們現在在看待這個具體的實質，很多感受上會有這樣，但是的軍事實力這有很多有些底層的架構，我覺得什麼時候會流失，就軍事有問題，就當你看到它。美國本身
在整個國防部不是赫格塞斯，是這些軍事的就是這些軍事的重要的將領，他們全部都屈服了，他們全部都聽過這些政客，可到目前為止就是沒有，所以一直被開除哦。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在妄想說啊，美國軍力沒有我覺得美國國力會整個有點損失，有政治、社會、外交，而且你混亂啊，關稅戰。可是就軍事方面，你輕易認為美國這方面的國力就會消失，就會輕易被超過，我這個部分是天方夜譚。好，謝謝上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久沒有關心到的是俄烏戰事，因為有了重大的進度。我們今天特別關心到的是，其實呢，目前在烏軍的部分，他們已經面臨到斷糧，而且達到了8個月，非常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前線可以說是崩潰了。再來，我們來看到俄羅斯針對於無人機不斷的擴張，再加上北韓的力挺，現在戰局可以說是全面的傾斜的。澤倫斯基現在被指控說，他是不是戀戰權勢，要做假和談呢？今天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也會特別請來賓幫我們特別關心到。剛剛特別說了嘛，因為呢斷水斷糧，士兵現在受到皮包骨了。那麼烏克蘭的士兵還撐得下去嗎？這一場消耗戰。第二件事情是我們等一下會來看到俄軍方面有了無人機的量產，還有北韓的支持，加上他在遠程的打擊的武器上面全面的升級哦。這一場戰爭是不是比較傾向，應該說是明顯的傾向俄方呢？第三件事情今天也會來特別關心到是澤倫斯基，他一邊喊要談判，但是呢，他另外一邊又延長戰時的狀態，要達到90天，這是一個政治上面續命的操作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趕快來看到前線士兵，烏克蘭的士兵現在已經瘦成皮包骨了，最瘦的士兵甚至只剩下30到40公斤。因為他們面臨8個月斷水跟斷糧，被形容說呢，已經出現了昏厥跟戰力崩潰的現象。大家會認為說這只是個案而已嗎？結果現在被證實說，這個是烏軍第14獨立機械化旅的部隊的整個產況，也就是現在前線所面臨最糟糕的一個狀況。烏克蘭確實也有一些捷報，包括在最近他打下了俄羅斯的一個煉油廠，還襲擊了俄軍黑海艦隊的登陸艦跟偵察艦。無人機還擊中了一個俄軍的空軍基地，重創的是來自於俄羅斯的米格31。但是俄羅斯方面同樣在軍事上面做出了一個非常強勢的反擊，發射了144架的無人機做遠程打擊的目標就是第聶伯羅，遭到空襲，一共是造成了2死21傷。再來，烏軍呢，它則是出現了誤襲的事件，造成國防承包商傭兵大量的損傷。俄羅斯方面現在甚至呢，在這個烏克蘭靠近烏克蘭很近的一個地方擴建了一個無人機的基地，說呢，他要在這邊來大量的部署量產新型的這一款噴射引擎無人機，那麼增加它在遠程的打擊能力。另一方面，還有來自於北韓，現在已經公開表示絕對會力挺俄羅斯到底。種種的狀況，我們尤其來關心在烏克蘭的人力部分，前線是不是斷水斷糧，已經造成了非常危機的狀態，幾乎面臨崩潰。幹哥怎麼看？好，你看到這3個士兵的照片，你真的會以為他們是俘虜，而不是士兵。你知道為什麼？因為怎麼能夠瘦成這樣呢？他們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之下？我跟各位講哈，8個月沒有正常的補給的話，其實人類不是先餓死，而是會先崩潰。為什麼？因為他們對於糧食的那種幻想，已經到了不是跟正常人一樣的邏輯了。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吃不到，但是他們常常要用這個做夢的方式吃到，就是有點像。這個飲鴆止渴啊，或者是說望梅止渴啊之類的，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他們已經對於補給已經不再具有信心了。我們去看看2000年的官渡之戰，曹操當時他夜襲了那個袁紹的那個糧倉，叫做烏巢。自從夜襲了烏巢之後，70萬大軍就沒有鬥志了，所以曹操只有8萬。然後竟然可以打敗袁紹的70萬大軍，為什麼？
因為你的糧倉被毀了之後，軍心完全渙散，千古不變的道理。那烏克蘭前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這些士兵得不到補給？其實8個月有點誇張，而是8個月之中斷斷續續。我所了解的，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橋斷了，車子過不去。到最後你知道怎麼辦？出動可以載重的無人機，把油料、彈藥跟食物，其中最重要的是食物，常常拿得到彈藥，拿不到食物，是這樣。常常有些人有食物卻沒有彈藥，反正前線的他在庫皮扬斯克前線，常常這些守軍，像第14化機械化旅啊，就是拿不到東西，所以這些士兵都只能夠躲在戰壕裡面。但是他們的信念告訴他們不能夠撤退，因為只要撤退的話，這個陣地就沒有人守了。沒有人守的話，俄羅斯部隊就可以長驅直入了。所以有好多個要塞的士兵，他們是經常遭遇到，就是說要這個少那個，要那個少這個，因為攻勢已經受阻了，然後他們只能夠死守。在死守的情況之下，你知道後方的指揮官，你認為他們是人謀不臧？也有可能，除了人謀不臧以外，就是補給真的困難。你派無人機去丟，常常丟不準，為什麼？你還是要有人，連直升機都飛不過去，為什麼？直升機那一定是俄羅斯無人機的火把，所以你不能夠派直升機去，那個是根本就是白白送死。那你用無人機補給的話，那就面臨很多實務上操作的困难。所以8個月以來只剩下皮包骨，一個90公斤的男人剩40公斤。40幾公斤，這樣能看嗎？那所以這還不是家屬去公布的話，那世界上的絕大多數的觀眾還不曉得前線到底發生了什麼慘無人道的悲劇。而且你知道現在他們在歷劫歸來之後，聽說已經這個都獲得了補給了，就是說短缺的部分已經獲得補給，因為那已經建築於世。那沒有被公開的還有多少？你知道這些士兵現在回來要幹嘛嗎？要開始心理輔導，因為他們不是正常人。他們必須住在精神病院一段時間，因為他們已經不相信他們下次能夠得到正常的補給，也就是他不再相信他所認知的世界。這場戰爭對烏克蘭的打擊是非常嚴重。好，這個是烏軍前線的最新的狀況哦。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俄羅斯剛剛說了嘛，他還建了這個無人機的最新的一個發射基地，在這邊去大量的生產更多的無人機之外，還做這個遠程火力的升級等等。還有北韓的支援加入，接下來這個俄烏的這一場戰事是不是越來越明顯往俄軍的方向來做傾斜，掌握優勢呢？上這個怎麼看？我覺得我們每年今天俄烏戰爭第4年了，我們至少從覺得第2年該結束了，第3年、第4年都結束不了。我覺得最大關鍵就是烏克蘭打不死，俄羅斯打不贏，然後現在這雙方來講，就大家都打麻了，就麻到你就好像沒有誰對於對方有個致命的，可以最後能夠輸贏。當然，這個輸贏感其實不是太清楚，就是說俄羅斯好像會現在優勢一點，可打4年還沒有這種你知道懸殊，所以但是我們就其實也知道原因啦。在這次的戰爭，在俄烏戰爭當中，它經歷了一個我們從冷戰時代以來所看到，包括一個打仗的狀態，導彈打，包括坦克車等等的這些，可你會發現出現無人機，就說這次戰爭。烏克蘭戰爭第一次出現超低成本打超高單價，這個其實是把大家都弄糊了，所以全世界軍事專家都不知道怎麼回事。而且這裡頭這不是一個系統性哦，這有點算是野蠻生長的，就無人機這種都自顧就野蠻成一個這樣子的狀況。好，可是這裡頭同時我們也體會到，俄烏戰爭也出現過去從來沒有的就經濟制裁。其實過去美國雖然都有部分制裁，但是這次的包括 SWIFT、包括貨幣的、包括北溪2號、歐盟等等的這種系統性的從軟體到硬體的具體的經濟制裁，我認為這是普丁在一開始打的時候沒有想到的。所以他一開始可能打一打就想說就可以跟我下跪就結束了，就沒有想到其實就有這樣的問題。所以眼前到底對俄羅斯有沒有傾向的優勢呢？我始終認為軍事這件事情你要來看一些真的東西，就是來算錢。俄羅斯現在的狀況都知道，最近沒什麼錢哦，因為2025年他賣的黃金賣掉32億美金，比他過去每年你知道賣的超過8倍。其實江湖上包括都說俄羅斯賣黃金好像賣到很多了，因為真的沒有錢了。而且我們看到2個東西，最近這幾天聽說俄羅斯去跟北京希望談，他們外交部長去、財政部長去，希望能夠中國大陸能夠跟中國大陸借貸。
也就是說借款哦，真正借錢，國共借錢，但是這個部分還沒有被真正的證實。可是有個東西出來了，是什麼呢？中國大陸讓俄羅斯的一些能源的大公司在中國發債。公司債，這個東西它是企業的，但我要講的部分是，就是說欠錢，因為這些俄羅斯公司到全世界去賣它的債，沒有人要買啊，被這些制裁，所以到中國，可是中國讓它發債，就可以兜一些現金出來。這最近你可以看到，俄羅斯真的蠻沒錢的，而中國還需要想盡辦法，但要在美國的這個抑制之下，謹慎的為俄羅斯開闢財源。可是對比烏克蘭呢？烏克蘭因為我們看匈牙利的部分的這個部分的政治的變化。同意了这个整個歐盟對於烏克蘭的900億，2026年今年給了包括600億的這個軍事的錢，跟300億的部分的財政的錢，這烏克蘭今年有300億對不起，歐元哈，不是美金哈，而且不要忘了，它不是這個錢哦。2024年到2027年，現在有個叫做烏克蘭基金，烏克蘭基金是每年要給他在這2024到2027年當中，每年最後總共給他500億歐元。今年2026年是早先烏克蘭有說他們需要400億美金，400億歐元左右這樣子的，他們才能夠活下去這個國家。所以現在歐盟的今年撥的預算不出來的時候，匈牙利卡住說他們都快要死掉了，跑去美國說可不可以借，美國也不理他，他們也說不跟你簽。結果現在因為匈牙利這張牌的變化，俄羅斯不是烏克蘭就有錢了，至少他2026年可以活下去了，而且包括他有軍費已經有了。所以，我們說，其實，在軍事上，我們看很多政治外交當中的這些政治的傾向性。可是，你就要來盤點這個兩個的錢袋子。俄羅斯現在真的蠻沒錢，所以要跟中國一直盤點、一直借。可是，烏克蘭終究還有歐盟，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放棄它。雖然歐盟要求你烏克蘭，你不能有貪腐，你不能有其他的資源。我覺得看到這一些剛剛這些照片上這些瘦弱的，很大的原因也可能包括貪腐啊，後方的這個資源沒有辦法補足上。所以這就是現在俄羅斯跟烏克蘭的現況。好，現在看起來這個俄烏雙方都去擴展自己的財源，看起來這場戰爭還會持續好一段時間。俄羅斯在中國這邊闢財源，那烏克蘭得到了來自於歐洲的援助。但是我們也來看到，在政治上的動作呢，澤倫斯基在這個時候把這個戰備的狀態、戰時的狀態再增加天數，而且呢延長時間高達了90天。原本是在5月4號哦，現在確定會延長到8月2號，而且他還拋出一邊他說要延長這場戰爭，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說他想談，但真的是這樣子嗎？原因是因為這個會面的地點選在了一個俄羅斯幾乎不可能答應的地點，也就是他現在說願意在亞塞拜然這邊談。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亞塞拜然其實才剛跟俄羅斯簽下這種很多的國防合作，深化彼此的關係。再加上俄羅斯一直都說了要談可以，但是一定要在一定拒絕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談。那現在看起來是不是這個澤倫斯基根本就沒有想要談呢？大使怎麼看這件事情？澤倫斯基當然是他還是要做出姿態啊，因為歐盟他現在整個戰爭基本上還是靠歐盟在支撐的，美國還有部分，那所以他也不是願意永遠打下去，因為他也不能保障歐盟的這些錢永遠是可以給他的。那另外一方面，他對內部也要就是說有所表示啊，不是一味就永遠就打到。所有的領袖他都要有一個終戰計劃，要不然就是說能夠用談判達到這個軍事不能達到的目的的話，那就要用談判的方式嘛。所以他當然要擺出這個姿態啦，不過基本上，普丁不會理他的，對，因為普丁現在就是說他所謂的特別行動計劃的自己設定的目標只差在頓內茨克還有1/4的頓內茨克州還有1/3到1/4土地還沒有被打下來而已，因為他一直要這個頓內茨克這個州的所謂的行政疆界的所有土地，他說這個就是我們俄羅斯的土地，對，我的軍事計劃就把它拿回來。所以呢，現在對俄羅斯來講，它是以逸待勞了，以逸待勞了。然後這個戰場，說實話，現在在頓內茨克這個戰場現在是停滯的話，俄羅斯並沒有停止他該做的工作。我最近看了一個片子，叫這個在這個就是這個俄羅斯已經攻佔下來的這個原烏克蘭的土地裡面，俄羅斯正在做快速的重建，包括物質的重建，還有就是什麼
當地人民精神上的建設。因為這些土地原來就是屬於俄羅斯的，是因為蘇聯時期把它割給當時的烏克蘭，所以那邊原來的居民本來就是俄羅斯的居民，可是年輕一代就變成認同上有問題。所以呢，這個現在這個我看這個片子，俄羅斯正在這些收復的土地裡面重新蓋房子，然後把所有烏克蘭的任何的痕跡全部摧毀掉，然後呢，重新把俄羅斯文化帶入到這些已經打下来的土地裡面。所以俄羅斯沒有在閒着，人家忙得很，人家忙得很呢。這些土地就擺明了，你就不會還給你了。我們現在已經當俄羅斯土地重新再建設，重新再給人民建立新的認同。所以呢，這部片子講的是馬里烏波爾。馬里烏波爾事實上當時在開戰之前，就是俄羅斯用大軍打下來以後，打的是一片廢墟。可是呢，現在正在這個快速的重建。那重建的過程中，也有很多這種新房子的蓋、馬路的重修、學校這些居民的生活的恢復忙得不得了啊。所以烏克蘭事實上想要收回這些領土，大概已經是不太可能了。所以基本上，我覺得現在這個川普來講，他也沒想到美國又送他一個大禮，美國又去打伊朗，那不是讓俄羅斯更可以做說時間在我這一邊，我就可以慢慢等。你澤倫斯基你就叫吧，沒人理，川普不这个根本不理他。对，好，謝謝大使。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今天就軍事面，我們趕快來關心到的是一些新的武器。等一下會一起來看到幾款重要的武器，包括了殲35藍沙上艦，再來另外一款就是076要變準航艦嗎？另外還會來關心到的是高超音速飛彈跟中國大陸解放軍特別祭出了14件，現在在南海這邊被形容是針對於這個美日菲他們的肩並肩演習來下餃子，做一個包圍戰。那麼中美接下來在第一島鏈正面碰撞，誰能掌握制空跟制海權？今天在軍事的議題上，我們會一次的做一次比較詳盡的解析。我們現在趕快來看到美日菲的軍演，這一場是肩並肩，聲勢是號稱史上最大的。但是解放軍呢，剛剛我們講了嘛，也祭出了許多的武器，不甘示弱。今天特別來看到的是這一款殲35又有這個藍沙的命名的這個稱號。那麼呢，它象徵是從研發正式的跨進到之後會來做量產跟作戰整合的一個關鍵一步。它具有哪一些很重要的戰力呢？來看一下它的小檔案，包括具備匿蹤的設計跟彈射起降，而且現在根據媒體的報道是說，它可以跨3航艦嗎？真的嗎？在上面來做部署，這當中包括了遼寧號、山東號跟未來的福建號嗎？再來看到內部了，他說他這個內置有武器艙，可以放不管是短程、中程跟一個比較超遠程的飛彈。再來呢，針對於對地打擊可以進行這種比較精準的打擊，而且最多可以達到4枚500公斤的這個穿透彈。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做這種威脅的空域制空跟遠程的精準打擊等等的能力。藍沙現在說上艦還可以做這種跨航艦的一個部署成型，真的嗎？中國大陸的第5代可以說的它的艦載戰機實戰的能力到底如何表現？幹哥怎麼看？好，經過1年的這個密集的訓練在福建號上的殲35，終於我覺得他現在釋出這個訊息，代表說他可能真的可以成軍了。不過我說句實在話，在一般的單一的品項的飛機的研發尤其是航空母艦上面的飛機，沒有超過10年的研究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在這個時候，到底是進度超前，還是說他們釋放出了一項正面的訊息？如果他真的能夠完成部署的話，對於中國海軍而言，那是劃時代的進步，這一點一定要給他掌聲。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所有的訓練都不是憑空可以得來的。殲35它面臨很多技術關卡等等。我們先來講它的特性這架飛機
從頭開始，你一看它具備有相控陣雷達，也就是說它的觀測距離、探測距離，它可以達到好幾百公里遠。那駕駛員坐在裡面的時候，它就是跟 F-35一樣，它完全是用態勢來感知到我身邊周遭有什麼，我手上有什麼，我能打什麼，什麼是我打不到的，電腦馬上就告訴你。它不再是像以前我們傳統越戰的那種 F-4幽靈式戰機，或者是現在波斯灣戰爭的 F-15戰鬥機上去了之後要跟僚機通訊說我們現在的目標在哪裡，如何，因為它有全球 GPS 定位系統。那我們呢？我們用北斗系統，北斗系統照樣會告訴你現在南海發生什麼事情的，你幾分鐘能夠到，然後你如果到不了，你要派誰去？你要派我們的核子潛艇去嗎？還是派我們在巴基斯坦的友邦或孟加拉友邦基地上面的海軍的艦隊過去？所以這個就是現代化戰爭，它的態勢感知，用它的一體成型的頭盔，馬上就告訴你我有什麼，我能夠做什麼。如果不行，我自己去打的話，我要面臨的風險是什麼？電腦馬上就告訴你清清楚楚。再來，你從頭開始看就知道說，這個飛行員已經不是那種。他有點像是黃金戰士，他像黃金戰士一樣，他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所有的訊息都在他的眼前，然後他的處理的能力，他的電腦都是超級電腦。現在 F-35或是歼35的電腦都屬於超級電腦的層次了。再來呢，它降落在航艦上面的時候，它的這個機翼可以折起來，為什麼？節省空間，讓更多的飛機可以停進來。到了尾部，它有像這樣子的逆中的引擎噴口，可以讓它的尾焰，也就是火焰降到最低，減少紅外線的那個訊跡的散發。那翻過來看它肚子，你就可以看到它可能有什麼霹靂10型短程飛彈，或者是霹靂15中程飛彈，甚至未來還有可能會配備霹靂21超遠距離飛彈。在這些飛彈的加持之下，你就會發現說，它是一個不必跟你格鬥，也就是說，我不必跟你近身搏鬥，但我就可以在戰場上配備超級電腦，就可以控制整個戰場。這就是第5代戰機的作戰觀念。好，我們講完了它的先進的程度，當然我們就回到現實面來講，單一武器系統非常的先進，可是訓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知道為什麼嗎？因為現在就算它是成軍，它的成熟期要8年，最少要8年才會成熟。美國任何一項系統都超過了8到10年才會成熟。現在藍沙上艦了，然後就傳出說有跨3航艦部署的概念。什麼叫跨3航艦？跨3航艦就是我們現在有3艘，我們有遼寧號、山東號，還有福建號，這3艘我們可以3艘航艦都去。這觀念是錯的。為什麼是錯的？因為這是一架必須由電磁彈射升空的戰鬥機。如果今天它到了沒有電磁彈射的前2艘，叫山東號跟福建號這2艘的時候，它的運作能力會大受打擊。了解嗎？就是說，你既然已經是配合的電磁彈射的系統的飛機，你就回不到那個原始的只能滑跳彈射，連蒸汽彈射都沒有的系統。所以這個議題是假議題。我們現在放眼望去，是希望殲35藍沙它真的能夠完成解放軍這個遠大的目標跟那個它的使命，而不是去製造一個新的話題，說它可以部署到另外2艘的航艦上面去，那是錯誤的觀念。那個講這個話的人叫做軍盲，根本不懂才會講這種話，所以不可以再部署到更舊的航艦上面去，它只能到未來更新的，甚至核子動力航空母艦，才是它發揮它的能力的時候。所以大家要曉得說，將來它如果真的能夠順利的成軍的話，它還有好一段的時間來歷練。但是我覺得中國能夠跨出這麼一大步，真正成為美國在太平洋上可怕而對等量齊觀的對手的威脅，這個是值得鼓勵跟肯定的。
好，這謝謝丹哥，這是特別來自於這個歼35藍鯊，特別就這個空中戰力，我們做了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那海上呢，搭配着海上，我們有看到哪一些武器？中國首艘的，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這畫面哦。076型的2棲攻擊艦四川號，這一次呢也在南海終於試航了。被視為是直接變身成準航艦，原因就是因為它直接跨入了這個航艦的技術門檻，有電磁彈射跟攔阻系統都上艦，而且說可以操作殲35哦。那它不一樣的地方是，它不再只是2棲艦，還具備的條件包括2棲艦跟輕型航艦之間的這些戰力它都有，那同時自帶空優。再來就是呢，我們來看一下整體哦，對上美日菲的肩并肩，中国大陸這次出动的這個航母啊，主力啊，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了有14艘的主力艦之外，這當中包括遼寧艦、05大驅、052D， 還有2棲攻擊艦、補給艦，總噸位是20萬噸，被視為是根本就是包餃子式的，針對於美日菲的演習做圍堵嗎？那055這一次上面呢，還特別讓它展示了試射它的YJ-20高超音速反艦飛彈，射程最高達到2000公里，速度5馬赫哦。所以怎麼看中國現在打造這種航艦體系的一個奪島作戰嗎？這麼大的一個體系，這個謝大使怎麼看？其實這一次事實上，這個所謂的肩并肩演習啊，17000人，這比去年多1000人啊。其實它是每年例行的。那我們中國大陸這一次這個做很大的動作哈，主要很多軍事專家看法是借這個敵軍的出現哈，在練兵，不是說要威嚇或者說要進行作戰的態勢，其實最主要目的在做大兵團的這種大水域的這種聯合作戰，因為這個包括這個雖然沒有陸軍啊，可是是海空，然後還有登陸陸戰隊，那而且是大兵團的。有包括航母，有包括05大驅、054A、054D、052A， 对，然後潛艦，然後這些航母上面還有搭載，當然還有搭載這個艦載機，對，那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作戰體系。你如果說不集結這麼部隊的話，你可能很難實際去操演。那這種操演它一定有它的這個所謂的想定，也就是作戰的科目，它達成這種科目就不是1-2艘軍艦。自己知道該怎麼做的，是十幾艘軍艦，然後幾十架飛機，在一起聯合作戰。那這個培養的什麼？培養是指揮體系，那一些指揮的官員。對於這些船艦上的官兵來講，反正我是看雷達的，我就很清楚我做什麼。我是操作火炮操作的，我是飛彈操作，那你叫我按我就按。可是這麼多軍隊在打的，這麼多自己友軍在打的時候，那個指揮官是誰？那個指揮的幕僚團是多少人？這個才是真正在演練的最重要的項目。因為中國大陸很多都是新成軍的，說實話，你這去的，比如說四川號，對不對？076第一次亮相，怎麼跟大家合作？對，你要把它放在一個作戰體系上，你把這一艘船放進去要做什麼？所以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這一次大家不要把這個動作看得太小，針對那些美國、日本啊、菲律賓啊這些，我覺得它基本上就是發展一個中國的一個體系化的作戰。那整個看起來中國海軍這個現在以自己的戰備，就是說自己的實力來講，我覺得它目前大概有3個主要的大的一個這些功能啊，也就是它的使命。第一個區域拒止，它要封鎖哪個區域的時候，這些船艦通通可以發揮作用。那要把，比如說日本東部的水面把它區域拒止，或者台灣東部水面的，或者南海就是說從關島到台灣這個中間的水域，我把它區域拒止的話，它有這個能力，有這個能力，可是要演練。第二個是什麼呢？奪島作戰。奪島作戰，那不是只針對台灣啊，我認為包括琉球的，甚至包括日本，這些要進行兩棲作戰，那更不要說菲律賓了。這麼多這些奪島作戰，那你不演練一下，你怎麼行呢？是。再接上什麼？國土防衛。國土防衛就變成，如果中國大陸，比如說包括大陸認定的台灣在內，發生軍事的問題的時候，有軍事的變化的時候，那中國大陸這麼多的軍艦，它要能夠進行防衛，所以我認為它是一個非常
大的一個宏觀的一個系統性的，而且是有這種戰略而甚至戰術戰略目的的這樣子的一個大兵團演練。所以呢，我覺得正好今天已經給他這個機會，要不然也不會找到一個正好的時機。然後你打仗的時候，你還要收集情報啊。对。那正好呢，這些什麼美軍、日軍都出來了，你就給我收集看看啊，對不對？你的空警500，你平常講空的，你給我收集點情報回來啊。所以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好，宋志哥怎麼看呢？相較於去年的肩並肩，其實中國大陸其實只派了幾艘就是包括有電子徵收的船。那麼，但是我特別要注意的部分，我覺得真正要了解整個中國大陸的跟我們台灣的關係包括這些演練，我覺得還是去年年底的這個正義使命一般分析討論不多，但是其實是很恐怖的。他們是每天有14艘不同的在這個演練，每天換來換去這樣子，然後還有海警船，我們這次其實沒有看到這邊有海警船，然後它還有包括2棲徵收有4艘固定在這個聯合利劍，只差這個航空母艦了。所以在去年的部分年底當中，是陸海空包括2棲，然後所有连海警，這是一個大套餐，在整個正義使命的演習當中，還有漁船，在幾百公里當中幾千艘漁船。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要看而且公認是真的是最大規模的也又因此說，如果對於台灣真正的威脅會能做到什麼？其實當然沒有全套餐，因為航空母艦沒有出來，只剩航空母艦沒有出來了。但我必須得說，你就會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在所有做的這一切的是幹嘛？就是說讓你體會到這10幾年來中國大陸軍事方面新科技的整合真的是嚇死人，甚至我認為贏過美國。第二個，體系化作戰作為核心的設計是過去沒有思路的。雖然過去美國也有跟俄羅斯有他們自己的這種陸海空的搭配的軍事思路，可這個新的體系化作戰，這2個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包括這次去南海也是一樣的。但是呢，這裡頭又是奠基於什麼呢？中國大陸只有中國大陸隱隱贏過美國、俄國的它的製造業，特別包括軍事的製造業當中，整個生產力你是沒有辦法匹配的。而且這裡還有一個東西，我認為是贏的是什麼呢？是中國大陸現在從研究所、大學到包括機構，包括國資企業，包括去生產這些軍事武器，包括民間繼續來做。這個整個體系化的生產系統，從研發跟美國現在當中還是幾個大巨頭，軍工業的大巨頭手上，他們當然很厲害，所以這是2個完全不同的體系。這些體系就讓中國大陸現在生產出每一樣的系統，陸海空都是。我個人認為，現在海軍導彈跟新型的無人機、雷射、電磁炮，中國大陸應該已經贏了啦。包括，但是只是說國際間這些軍事的這個評鑑是還是蠻吝嗇的但是我們看，他們現在針對的是所有你美國都有的陸海空的一切，日本你都有的一切，俄羅斯你都有一切，歐盟都有一切，全世界各軍事强国擁有的一切，中國大陸全部都有。遠中近包括導彈，我自己是導彈迷所以它從遠中近當中來講，現在東風41能夠打到全世界或美國的本土任何地方，可以15000公里，所以就知道這個東西就不只是我們看到現在海面上的一些，現在這只是這次在那裡看到的只是海軍一小部分的而已，但整個中國大陸的全世界的這個戰略，作為一個具攻擊性的防禦戰略，我認為這是中國大陸現在解放軍建軍跟所有這些武器當中的最核心。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趕快來關心這一場中美的 AI 大戰再度的開火。今天特別來關心到是大陸現在要禁止這個 Meta 來收購大陸的 Manus 這間企業。那 DeepSeek 另外一方面，我們今天會來關心則是搭配華為的晶片，強強聯手成了黃仁勳的噩夢。今天就有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次的 AI 的煙硝味，我們要特別來看到的是因為大陸中國大陸的
改委在4月27號這一天正式的公告，他說對於美國企業 Meta 要收購大陸這一間 AI 新創公司 Manus 的一案，做出了禁止外資投資的這樣子的一個決定哦。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當然大家就關心說，是不是跟中美之間的中美科技戰是有關係的呢？尤其最近 Manus 真的這一間企業是非常紅的，它是全球第一款通用型的 AI agents。那它有什麼樣的優勢呢？它能夠自主思考、拆解任務、執行解法，被視為是一個超級助手。當然了，這一間 Manus 爆紅之後呢，是讓它的母公司這一間蝴蝶效應也一夕之間爆紅，成為大陸 AI 企業的明日之星。我們稍微回顧一下，當時這個蝴蝶效應它爆紅之後，又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引起了今天這一起中國大陸對美國的爭議哦。首先，我們看到2025年3月，它推出了我們剛剛講的 Manus 之後，瞬間爆紅，6月就把總公司立刻遷到新加坡，沒有想到遷過去，還把大陸的團隊給全部裁員掉了。7月份，他在這邊完成了7500萬美元的融資，到12月立刻 Meta 就把它給收購了。這一位創辦人未來還會擔任 Meta 的副總裁。不過呢，根據了解，在大陸的出手之下，這一樁併購案有可能沒有辦法真正的成真。但是大家也關心啊，你這間企業總部已經搬到新加坡了，員工也已經跟 Meta 合作了，會不會 AI 技術都已經被 Meta 給掌握了？你就算現在中國政府介入，有沒有效呢？那大家也在做分析。其實呢，中國政府不管有沒有效，但是也要對未來的企業做警告，說你不要在新加坡利用新加坡這邊做洗白，來完成你想做的。不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洗白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在新加坡。那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尚志哥怎麼看大陸出手禁止的這一項併購案，代表中美 AI 科技戰已經延伸到海外了嗎？那大陸出手的原因，尚志哥又怎麼看？好 ，Manus 是一家其實在中國大陸 AI 公司裡頭算是創意蠻不錯的，但它創立時間沒有很長，那麼真正的發展出，而且在整個中國大陸開始融資這件事情，那就這5年的事情啊。但是呢，核心就是包括除了他的創辦人之外，還有另外2個這個天才。那麼現在是這樣子，這當中有另外2個跟他的這個軟體有關的2個人，現在這些人回到中國大陸，現在被禁止出境了。所以中國大陸這一次在整個發改委會做這件事情，我想已經表示非常清楚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首先，所有的民間，你們以為是年輕人創意，民間的開發的 AI 技術不是你們的，這不是商業，這是國家的。就如同先前美國能夠包括NVIDIA 的部分晶片不能出去被管制，中國大陸也並不是不管制，工業沒發展。可是現在 AI 在中國大陸的技術軟體方面是領先的，而現在它只是很清楚的告訴你，這個是國家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家公司是從武漢發機裡頭，其實先前拿到包括中國大陸國資委有很多的投資，也就是國家也曾經投資你啊，扶持你，而不是全部都是靠你自己來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宣布當中是對於在去年25年 Manus 現在從指縫中流出去，就是說，現在要告訴你滴水不漏了。因為先前 Manus 我們剛剛看到，從3月開始調整，6月遷移過去，真的就是他們覺得有高人指點，認為有美國華爾街的高人指點，就是要快速的在幾個月之內，包括種種的公司的登記、員工、技術、機房全部都挪出去。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會出重手？他覺得你這個也是蓄意的，可能都聽美國說不定情報機構的這些嫌疑。所以像中國大陸為什麼要處理 Manus，不是出重手，要告訴你這件事情，就是現在在作為 AI 作為全世界國與國，包括跟美國的這個競爭當中來講，你不要覺得這是你民間的技術，民間你只要用中國的資源，在中國當中長出來的部分，它就要被國家總體來思考，它就是國家的戰性，不是你輕易說我可以賣高錢，我們年輕小朋友就拿了一大堆錢，我就可以大賺錢去了。我覺得這個宣示本身，從去年開始，中國大陸開始官方在盯 Manus， 開着各式各樣的手段，甚至大家都說你把他們這個2個關鍵和技術關鍵的人騙回來開這個論壇，然後就不讓你出境了。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可以說是所有的手段都出了，而發改委這個做法，我認為他要求要剝離。你現在跟 Meta 管你們合不合作，作為國家來講，我要你最後剝出來這件事情，這不是他現在政策，我認為是接下來中國大陸要做的。
好，現在大陸政府非常的不滿哦，等於是 Manus 這間公司用大陸的資源跟它的資金來去發展這家企業之後，竟然就轉向新加坡去做發展了。所以呢，包括它的創辦人這一位小紅，他也被現在限制出境，人就在中國大陸。AI 人才接下來也會做一個比較嚴格的管制嗎？那大使又怎麼看這整起事件？對，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第一次這樣出手哈，禁止你來併購我的公司。當然，國際間併購是很多的。可是並不是所有的產業都可以併購，其實美國也有同樣，世界各國都有這樣的同類做法。那這個就是這樣做，就表示其實中國在這個產業它的創意跟它發展已經走到世界前沿了，也就有這個價值，別的公司、外國的公司來搶你的技術，它不是搶你公司，是搶你的技術，把你專利通通帶走啊。那所以這裡面就變成就是說，中國大陸已經驚覺到中國有些公司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了，而且這個公司基本上是純本土的。他的這個創辦人叫蕭紅，他事實上是，他是90後93年，他是華中科技大學的。他的一個特色，他從來沒出過留學，他是純中國本土培養的人才，本土的資本培養出來的。那當然，他就是說他有工程師紅利，他的公司在所有創業之下，開展階段，中國大陸這種培養的人才的培育也好。然後你這個公司發展的環境也好啊，那不管是人力或者資金哈，都有過給他貢獻，所以呢，他不能說走就走。那所以這個東西現在已經到了跟這個很好談，因為 Meta 不敢得罪中國的不敢得罪中國政府的，所以這個案子中國一說禁止併購以後，Meta 現在已經在舉行是吧？就要恢復原狀。是。這個可是恢復原狀，第一個，我如果付出的款的話。那你這個 Manus 你要把錢還給他，然後還有就是說這裡面就變成就是說還有技術與數據的，就是說你已經在使用的，你必須要給他怎麼樣隔離要刪除，所以這個只要中國大陸公司這個國家出手的話，我想這個案子很快就可以解決。那不過這也樹立一個新的一個標準，也是中國的這種創新公司哈。你不能啊，在中國的環境裡面，你得出了技術的突破啊，你突然啊，別人一招手拿20億美金，你就全部賣給別人了。是，這個不是中國不允許，全世界國家有技術、領先技術國家都不會允許的。對，好，所以這一起案件其實是中美科技戰之下的一起爭議哦。那除了我們剛剛關心的這個 AI 的科技大戰之外，我們也來看到大陸現在則是在努力的致力發展它的 AI。那我們特別來看到大陸的龍頭 AI 的龍頭 DeepSeek 發布的最新的旗艦模型 V4 的模型，首度針對華為的晶片架構做了優化，那麼代表大陸的 AI 正式進入模型再加晶片全國產業鏈的一個整合，恐怕讓黃仁勳緊張了。幹哥怎麼看？好 ，DeepSeek 它最新推出了 V4 的預覽版，就是說它現在正式上線了啊，然後同步開源。然後 V4 它有什麼你知道？它有 Pro 跟 Flash 2種版本。聽說 Pro 它可以同時處理100個詞源 token， 他說在業界說，哎呦嚇死了，為什麼？但是在這個輝達做得到而已，現在用華為的晶片也做得到了，用華為的升騰 VPN， 它竟然做到了。可是當然這種東西，你說它還沒有真正的，它現在只是預覽版，還沒有上市，對不對？但是已經讓黃仁勳很驚恐了。華府常常掛一句嘴上子講，他說：“你們今天 AI 的成就都是當年不當使用美國的技術跟 know how。”其實他講穿了，川普的意思就是說，你們都是抄我們的啦。他想講的是這句話。不過對不起，現在真正的專家發現了這個 DeepSeek 的 V4 以後，他們說沒有，這個完全是華為自己的 know how， 也就是說他自己形成了自己的概念去發展出這個東西。然後而且他說他表現的最強的地方是在數學跟什麼？跟競賽這兩個。好，在這兩個方面，他說這個就完完全全是他們中國本土自己去研發出來的東西，因為他們的表現比聊天機器人要強過10倍以上。哇，那就是說等於是說，當年黃仁勳他對於整件事情的看法，就是說，川普你認為你要阻絕中國在 AI know how 的領域之外，不讓他就是說能夠這個獲取或截取美國最重要的核心概念跟技術，但
你不要忘記，不管是在矽谷或者是在哈佛，所有 AI 領域都是有50%以上的華人。也就是說，全世界你把美國啊、南非啊、印度啊這些人通通加起來，還等於一個中國。所以不管走到哪裡都是這樣的情況。所以到現在為止，我们现在怎么看？就是说黃仁勳，你知道輝達剛剛突破5兆美元的市值了，剛剛突破5兆，第2名只有4兆而已。5兆美元的市值將會成為黃仁勳的噩夢。為什麼？因為像 DeepSeek 這樣的公司，如果它再繼續發展下去的話，它總有一天它完全不再需要輝達的晶片。